你知道大猩猩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悍吗？你见过一拳打下去可以杀死狮子的大猩猩吗？我们都知道，大猩猩是地球上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之一，它们与我们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你知道吗？大猩猩有98%的 DNA 与我们人类相同。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智商可以跟人类3到4岁的小孩比肩，部分猩猩的智商甚至可能会达到人类10岁的智力，非常聪明。不过，大多数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动物园里被人类圈养的猩猩，很少人会见到真正的野生大猩猩。野生大猩猩的性情彪悍鲁莽，战斗力极强，在野外它们几乎没有天敌。今天，黑土找出了世界上现存的7种猩猩，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地球上的人科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7个倭黑猩猩，这是一种被认为是私生活相当混乱的一种猩猩。你可能很难相信，这家伙同性相恋，并且还经常利用独特的方式处理种群冲突。一眼看上去，它与黑猩猩很像，但其实它与黑猩猩是2种不同的物种。与黑猩猩相比，这种猩猩的性格更温顺，很少会发怒，叫声也与黑猩猩不同，比较爱好和平。最独特的就是这种猩猩在处理种群冲突和解决社会问题时所用的手段非常罕见。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动物种群面对冲突，通常都是使用暴力、争斗来解决，但倭黑猩猩是个例外。这家伙在遇到种群冲突或社会问题时，会很随意地利用交配的方式来处理或解决冲突，并且在这期间有同性相结合的现象。经过人们对倭黑猩猩的这种行为观察发现，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同性相恋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千奇百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纯纯的把对方的性别弄错了，并且这种情况大多数都发生在雌性倭黑猩猩的身上。之所以发生这种高度混交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巩固其社会种群的连结。它们具备强大的容忍力，更奇特的是，它们喜欢与陌生的猩猩分享自己的食物，而不是熟悉的同类。也正是因为这种容忍力，在它们的种群中消除了很多冲突，可以让每个个体都能够更好、更容易地融进大群体中。对了，还有就是这种猩猩的族群通常都是以母猩猩为首领，每群大约由2到20只组成。它们的食量很大，除了吃植物，有时候也会捕捉小羚羊、小狒狒和猴子为食，寿命大约也就在40年左右。好，第6个黑猩猩，你知道吗？黑猩猩可能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最近的近亲了，它们与我们共享98.7%的 DNA。人类和黑猩猩大约在7到1300万年前很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虽然它们通常都是用4肢行走，但是它们也可以站立甚至直立起来行走，与人类非常接近。它们同大多数的猩猩一样，也是结群生活。一个族群通常由几十只组成，由一个雄性带领。它们非常聪明。目前，黑猩猩是地球上已知仅次于人类的最聪慧的动物。它们的行为和社会行为都更接近于人类，例如它们的群与群之间有往来，还有长久保持母子关系。成年的黑猩猩长大分群后，还会经常回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并且有午休的习性，等等很多行为都与我们人类非常接近。科学家通过研究分析推断，人类的祖先与黑猩猩的祖先可能在大约500到600万年前开始分家，走上了独立的演化道路。前者则演变成了人类，而后者则在约300万年前分为2支，一直生活在非洲的森林里，演变成了现在的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甚至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可能就是第3类黑猩猩。不过这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毕竟人类的起源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还有就是黑猩猩的性情，黑猩猩就比较暴力了。野生成年的黑猩猩的平均站立高度为1.5米，体重约在80到140斤之间。被圈养的黑猩猩体重可以达到200斤以上，它要比倭黑猩猩更加强壮。它们的力量和锋利的牙齿意味着对人类有很大的威胁。至今为止，记录在案的野生黑猩猩袭击人类儿童的事件至少有6起，其中一些是致命的。更有黑猩猩抢夺并吃掉人类婴儿的事件发生。不过通常情况下，它们很少会主动袭击人类。反过来看，反而是人类的偷猎者一直在不停地袭击它们。第5个婆罗洲猩猩，也被人称为红毛猩猩。这种猩猩是所有猩猩中唯一分布在亚洲的一种，并且分布区域狭小，数量稀缺，属于极度濒危的一种。它与大猩猩不同，婆罗洲猩猩只与人类共享大约97%的 DNA， 要比大猩猩少一些。它们主要生活在婆罗洲低地的热带和亚热带潮湿的阔叶林中，也就是热带雨林里。
在野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树上觅食，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也属于树系动物。这种猩猩的体型仅次于大猩猩。解释一下，猩猩与大猩猩还有黑猩猩都是3种不同的物种。婆罗洲猩猩属于猩猩属，而大猩猩就是属于大猩猩属，黑猩猩也就是黑猩猩属。婆罗洲猩猩的体型要比大猩猩小很多。成年雄性的婆罗洲猩猩体长超过了1米，体重最重可达300斤以上。已知最重的婆罗洲猩猩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名为安迪的雄性猩猩，在它13岁时，体重就达到了400多斤。这种猩猩有着独特的体型与面部，它们的手臂很长，最长可达1.5米，特别是脸部，看上去非常肥厚，辨识度较高。在野外，它们主要以一些野生的水果、树叶或者昆虫为食，有时候它们也会去掏鸟蛋、啃树皮，还有极少数的情况，它们也会猎杀较小的灵长类动物，例如懒猴。在人们对野生婆罗洲猩猩的观察中发现，它们曾试图使用长矛捕鱼，但未见能成功捕获。还有就是它们有时候会利用叶子擦粪便，甚至将一些树叶、树枝连接在一起当做雨伞使用，非常聪明。可惜的是，2016年这个物种被列为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在东南亚广大的范围内，婆罗洲猩猩被人类无情的猎杀。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无序扩张，使得这种猩猩的栖息地逐渐缩小，再加上偷猎者和宠物贸易，对它们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第4个，苏门答腊猩猩。它也是猩猩属，数量极度濒危，比上面的婆罗洲猩猩更稀有。苏门答腊猩猩仅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有发现。这种猩猩的体长也在1米以上，体重约在200斤左右。它们长得与婆罗洲猩猩非常的像，但是它们2个是不同的物种。与婆罗洲猩猩相比，这种猩猩更瘦，脸部更长，还有就是头发也较长，身上的皮毛颜色会更淡一些。雄性苏门答腊猩猩的脸部与雌性不同，雄性猩猩的脸颊两侧会有明显厚厚的肉垫，雌性没有。在这张大脸的下方有一个气囊，这个气囊与喉部相连，充气后会鼓起，主要作用就是充气鼓起后发出特别的声音，可以用来向同类传达信息。另一个作用就是找对象。苏门答腊猩猩脸上的大肉垫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长越大，而这对于母猩猩来说就是高颜值的象征。在母猩猩的眼里，雄性猩猩脸颊处的肉垫越大，长得也就越帅，也就是脸越大越好看。经过人们对它的观察发现，野生的苏门答腊猩猩会利用树枝用牙齿磨掉一端，然后用棍子在树洞里挖白蚁。在没经过人类干预或培训的情况下，它们自己就已经会使用工具了。还有就是这种猩猩要比婆罗洲猩猩更加依赖树栖，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生存的苏门答腊岛上有一种威胁它们生存的大型捕食者存在，那就是苏门答腊虎。这种老虎虽然是所有老虎种类中体型最小的老虎亚种，但对于苏门答腊猩猩来说却是最大的威胁。苏门答腊猩猩的主要食物也是以无花果、蜂蜜、鸟蛋、幼鸟和植物的嫩芽为主。这种猩猩要比上面我们说的婆罗洲猩猩智商要高，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它们的栖息地内有很多肥大且结实的无花果树，这可以让它们极大群体生活，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交际和沟通学习。对了，还有就是苏门答腊猩猩可能是任何哺乳动物中孕育期最长的一种动物。雌性苏门答腊猩猩每生一次小猩猩的间隔期需要长达8年的时间，在这8年里，母亲会教会孩子学习很多的生存本领，直到小猩猩可以独自生存为止。它们的寿命通常约在45岁左右。好，第3个，达班努里猩猩。这是一种在2007年才被正式分类的一个物种。这种猩猩同苏门答腊猩猩一样，都生存在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刚开始发现这个物种时，人们一直把它当作是苏门答腊猩猩，直到1997年，人们对该地区的一次探险，重新发现了这个猩猩的种群。但当时这种猩猩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直到2017年，人们对这种猩猩的基因进行详细的系统发育研究后，才发现它跟苏门答腊猩猩是2种不同的物种。这种猩猩的外表与苏门答腊猩猩非常接近，不同的是它们的毛发更卷，头更小，脸部更平更宽。雄性达班努里猩猩胡须要更向外突出，还有就是它们的上犬齿很大，在饮食上也有所区别，像一些毛毛虫和针叶树这些难以下咽的食物，达班努里猩猩都可以吃。经过科学家们观察发现，达班努里猩猩几乎是完全树栖的动物。在一次观察中，科学家们发现超过3000个小时，它们都没有降落到地面。经过分析，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存在苏门答腊虎和云豹这2种猛兽，对达班努里猩猩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截至2018年，现存的达班努里猩猩大约只有800只左右，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非常稀缺。好，第2个，西部大猩猩。西部大猩猩其实也分为2个亚种，一个是西部低地大猩猩与克罗斯河大猩猩，这2个物种都属于西部大猩猩。雄性西部大猩猩站立时的身高可达1.8米，
体重接近300斤。虽然看上去这些大猩猩的外形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也被分为很多不同的物种。与西部大猩猩相对应的就是东部大猩猩。区分两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看皮毛颜色。通常情况下，西部大猩猩的毛发颜色较浅，看上去是褐色及灰色的，鼻端起钩，而东部大猩猩则没有这种鼻子。还有就是西部大猩猩要比东部大猩猩的体型更瘦小，一群通常数量都在5到16只左右。更明显的就是西部大猩猩喜欢爬树，并且喜欢生活在树上，而东部大猩猩则恰恰相反。好，第一个，东部大猩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金刚猩猩或者银背大猩猩，统称大猩猩。在这里解释一下，银背大猩猩其实包含了上面的西部大猩猩与东部大猩猩，两者其实都被称为银背大猩猩，但实际上分为4种不同的种类。东非大猩猩同时也包含了东非低地大猩猩和山地大猩猩等2个亚种。银背大猩猩其实确切点说应该是银背山地大猩猩，也就是东部山地大猩猩，因为它是最猛的一个亚种。山地大猩猩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目前全球仅有1000多只。这种猩猩被称为温柔的巨人，这家伙虽然看上去相貌凶悍，但实际上它们是比较温和的草食性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森林里闲逛、吃东西或者睡觉，很少会打斗。山地大猩猩主要是草食性的，一头成年的雄性每天可以吃掉50斤以上的植物来填饱肚子，而雌性则要少很多，但通常也需要吃掉30斤以上的植物，食量非常的大。当然，大食量自然也会为它们带来巨大的体型。这个家伙体型很大，雄性身高站立时可达1.8米以上，双手伸展开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500斤以上，手臂粗壮有力，喜欢生活在密林当中，通常也是结群活动，并且数量颇多，最多可以达到40多头一起活动。东非大猩猩大多数的性情都是比较平和温顺的，但是一旦发起疯来，非常可怕。每当2个族群相遇时，两边的雄性首领就会进行单挑打斗，一旦开打，他们会利用锋利的犬齿撕咬对方，直至另一方死亡才肯罢休，相当残忍。要知道，一头成年银背山地大猩猩一拳打出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吨以上，也就是说，他们一拳如果打到一头牛的身上，甚至可以直接将一头牛秒杀。如果击中我们人类的头部，直接就会击碎我们的头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人会拿银背大猩猩与狮子这样的猛兽放在一起对比战力分析。虽然银背大猩猩在力量上要远胜于狮子，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打不过狮子的，因为狮子天生就是捕食者。即便大猩猩的智力与力量等方面要比狮子更占优势，但也无法与狮子天生就是猎手的身份相抗衡。不过这也并不代表大猩猩毫无胜算。如果在与狮子的打斗中，大猩猩一拳打到狮子的头部，还是有可能将狮子干掉的。不过这种几率非常的小。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